你前女友跟他有个大病似的，给你邮东西留我电话干啥呀？这好像是有那个大病，还买个粉的，给我扔了吧。哥，不要给我呗，我喜欢。来点盐给他马杀鸡，杀鸡。我跟你说，他心里还是有我，他知道我腰不好，他心疼我，他明白沉的东西让狗骑骑球，这就说明他还惦记我。但他现在就是回来找我，我俩也不可能了，因为我跟他爸已经处成哥们了。我回去怎么面对这段关系？粉丝给寄了点蜂蜜，你这会儿刷点蜂蜜水，马上从蒜香变嘎香。哥，这为啥2层玻璃啊？防弹的啊？这密封性好，防弹，你睡里边也防弹。他就跟那个大傻似的，吵着2包田连关厂家要的样品，又是靠别人投喂的一天。那你说咋整？干团没靠自己也吃不上饭呢。风蒜鸡、翻肉翼、色味灯，用膳吧爹。哎，你说人家给我买这么大个东西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人打个电话？应该这样，你要给我开面，我给他打一个。你打干啥呀？我相中一粉色冰箱，我问问他能不能给我置办啊？我去你妈！锅，你能不能赶紧要2胎？今天发一下肘子教程啊！肘子先去毛焯水，然后这个香料啊，葱姜八角、桂皮香叶、花椒干辣椒，社会人可以再加点白胡椒和小茴香。这碗里的是料酒、酱油、红烧汁儿，还有调味的糖盐鸡精13香。这盐一定要给够啊，要不肘子炖不进去味儿。不上气儿的高压锅，水倒到这儿就行，要不废料。煮汤功能1小时，到点给它翻面，再来1小时。然后你看这个时间啊，我又泡了3个小时。你要着急，就炖之前2侧嘎很深的口，就很进滋味了。凡以现在的科技手段，想无痛当奶应该有点难，但可以买个肘子体验一下奶的快乐。再说说川锅底啊，倒点油煸一下五花肉，料酒、酱油、蚝油少来点炒一炒，多倒热水，还有提前泡好的小干螃蟹、干虾仁，开盖小火1个来小时，然后依次下入攥干的酸菜、羊肉片和大虾，然后放一袋这个麻酱，超市2块5一袋，尝尝咸淡，这菜也完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俩菜，你们同学来吃完最少给你磕仨，他要不磕你告诉我，我这俩兄弟不忙，这活他俩能接。问我家今天来人多，还整几个硬菜。这广式牛腩煲前天教过了啊，买牛腩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啊，嘎嘎香。鸡蛋拌饭料汁也打出来了啊，自己可以试一下子。完，我们趁年底还薅了一下拼多多羊毛，最近是生蚝百日团，20来块钱整好1斤。哎呦我天，都这么肥！我们今天可吃嗨了，先来10来个高压锅生蚝，完这一盘凉拌生蚝里边也得20多个，还有这一锅蒜蓉生蚝，我看也得有个10几20个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你们也赶紧薅吧。反正说心里话，我们也属于是下手有点重，快他妈给羊薅秃了，属于是。来吧，香香的蛋饭、馍汤、磨茄、老肘、牛竹、锅底儿、凉蚝、蒜蚝、鸭蚝。咱们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刘某啊，打进屋就挑准一个好位置，他可馋这玩意儿了，吃的跟他妈自助似的。后来给他换了个座都拦不住他吃啊，完挤着他2句，穿衣服摔门走了。我说这么些年哥们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不是头一次挨说，怎么还撂脸了呢？完他隔了10来分钟回来了，说生蚝有点吃腻住了，买点大米饭吃点主食。我真的自从他来我家吃饭之后，我现在看我弟可他妈顺眼了。今天在家跟我弟打冰箱，双11买不少好吃的，得到的地方呀。再一个，到了黄金11月了，各家都开始杀猪了。我等天黑回村掏俩好肘子给我奶冻上。我发现我现在跟我妈越来越像了，哎，看啥都想买，买回来往冰箱里一放，根本都不做。就这丫头，我记贼清楚，我先给她放到冰箱门口的位置，我吃的时候方便拿。好家伙，这一到方便他妈180天。完了还翻出点脊骨，因为排骨整根买便宜，上面的京排都给我奶做了，这点骨头让我煲汤了。这块牛排骨也是当时便宜时候囤的，6斤多，好像一共才180块钱。我跟我弟说赶紧找救兵吧，只咱俩打扫冰箱把他吃了，他妈吃完过年屁了。完翻出点牛杂，按前老丈人的做法做成广式牛杂煲了。我发现现在这前账的出镜率他妈比我弟都高了。这说我弟我就来气，我这烙饼呢，他在那躺的可美了。后来我决定吃羊肉泡馍了，我说来你掰一下子吧。来吧，吃香香的鱼鳗、羊泡、火鸟、杂煲、烤牛、油面、干鸭、骨汤、清肉，反正没啥正经玩意儿，都冰箱剩的。我估计都赶不上大学食堂的伙食。完这不双11了吗？我弟寻换个电话，我们好顿在慢慢买 APP 上查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 APP 有东西，能列出全平台的价格，一目了然，还能看180天、60天、30天的历史价格。完了还有降价提醒的功能。我感觉他跟你对象一样，就你买啥东西买贵了他就生气。完吃着饭，我爷来电话说物业不给清血，出不去门了。我说来吧，朋友们，吃完饭消化消化一起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寻我带菜刀上闹着玩呢。到最后，全楼的老头老太太能有一个脚上楼的地方，都靠我的一手刀工。但是嘛，有2个多小时，有点消化大劲儿了。我们12点多又找地方吃盒饭去了。
我前两天看纪录片，看着一个给老佛爷吃的菜，相传老人家晚年牙口不太好，吃不了肉，完还干着急。他吃不着肉，御厨越着急呀，就琢磨把肉给他塞到六豆芽里，于是就有了这一道银牙酿肉。但因为制作难度很大，所以选角也很严格。我们按照流传的标准，用4个多小时，在将近1万根豆芽里才勉强选出572根，然后要想招把这些豆芽掏空了，再往里塞肉。就这会儿，我一度怀疑过，这真是一道宫廷菜吗？这不纯变态吗？后来掏这500多根豆芽，算彻底给我们掏哭了，就跟张飞绣花似的，有劲儿根本使不出来，而且没有任何好办法，就只能用缝衣服的针一点一点顶出来。最崩溃的是，眼看就要顶穿了，结果在最后1/3的时候给顶漏了。问题这还是个大概率事件，我中间还试过针灸针，但是没等给豆芽扎穿呢，先给手指头扎穿了。这活干得太暴躁了，这也就家里是个露台，这要是个天台，明天早上吃晚饭都得少俩。我们干了7个小时，那500多根只穿成功了264根，然后就要往里塞肉了。但没寻思干那么慢呢，那肉在冰箱放都快2天了。好在搬家之后新换了个美的味精501冰箱，它有一个味精1周鲜抽屉，肉放在里边冷藏保鲜1周，还和鲜肉一样，拿出来不用解冻，直接就可以烹饪，就像给肉头等舱一样的保鲜体验。有了它以后再也不用吃冻肉了。然后我们人脉有限，实在是没有当过公公的朋友，就准备了3种肉，寻思总有一种能跟老佛爷对上。但是这一步比上一步还变态，往里塞火腿，差点没给我眼珠塞瞎了。肉泥可以用针线或者注射器，但是依然有被捅破的风险。到最后那1万根豆芽就穿成功了76根，做了20个小时，痔疮都快犯了，结果就整出3个1来，1天1宿就干出1口，我吐了我。至于口味吧，我只能说它不愧是一道宫廷菜，我等凡人根本尝不出其中的美味。简单来说就是没味，就感觉干了20多个小时，完全干了个寂寞。这一宿干的可太窝囊了，全程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好像没给我们憋死。看来文熬确实不太适合我们，以后还得是我熬。我有几个哥们儿每年大年初2都上我家来打麻将，但今年嘛就想干点热闹有年味儿的事儿。我们今天买了100斤猪肉，再加灌干肠。卖肉大姐这顿问呢，你们不是我前男友派来的吧？切肉的所有家事都在这了，一共6个人，4道岗，组了一个临时的车间流水线。我们刚开始切的时候还有说有笑呢，半小时之后就都不吱声了，而且还不敢抬头，因为这会儿胳膊已经酸了，一抬头就能看着那一大盆肉没怎么动，就看那一眼呢，体格差的都他妈容易过去。中午车间吃的茄子卤面条，还有几根之前灌的干肠。吃完饭又有点精神，我们最后冲刺了一下，肉一共切了3个多小时，然后就开始抓料了。这个是最爽的，也没什么比例，我们就是使劲往里倒。反正我哥这种老手子，到最后咸淡都能闻出来。等灌干肠的时候，他们几个互相看不上，就拆分成2个车间了。1车间是手动车间，我比较看好他们，因为这几人本分。2车间是半自动车间，这俩人就是典型的光说话不干活。反正这注定是一场拉锯战，前期发育也不太重要。趁这功夫，咱就把福利发了。这大过年呢，给大家送点小礼物，不玩虚的，准备了1000元子的现金红包，人人都有机会抢到，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赶紧冲吧宝子们。然后再回来看看战况啊。1车间有条不紊，越来越默契，而且还发明了弹匣战术，他们组的胜负全在这位工友的肚子上，他那要是个铁肚子，出门甚至都可以领一个铁饭碗。最后1车间赢的也没什么悬念，然后他们仨就开始站那看，他说我们不要奖品，我们只要讽刺。最后我们量了一下，100斤肉加上那些料，一共灌出来120斤干肠，然后找地方给挂上的。晾干之后能剩多少斤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晚上车间吃了一顿散伙饭，有干肠蒸饭、咖喱卖肉大姐送的猪脆骨、红烧卖肉大姐送的五花肉。那大姐竟然挺高兴，早上7点半她到市场，9点半我们就给她买下班了。然后就看她揣着溜骨的小包，摇人回家打麻将去了。